1991年，泰米尔猛虎组织发动5000人游击队强攻进入他们基地贾夫纳之前的核心要塞象山山口要塞，遭到1万增援的政府军反包围，双方激战各自付出了惨重代价。政府军守住了要塞。之后，1992年到1993年，政府军多次通过象山山口进攻贾夫纳，始终无法攻克，双方进入了持续数年的僵持阶段。这里是巫女花散里，也关注当代和世界的历史演绎频道，记得点赞订阅哦。到了1995年1月，泰米尔猛虎组织与前德里卡·库马拉通加总统的新政府签署了一项和平协议。虽然旷日持久的内战似乎有了缓和希望，但实际上作为内战导火索的民族压迫政策实际上依然没有废除。然而，和平协议本身也没有发挥太大的作用。仅仅3个月之后，猛虎组织就在2艘斯里兰卡海军炮艇上安放了炸弹，将这些船只和和平协议一起造成了灰烬。政府的反应则是宣布为和平而战，但首次行动并没有太和平，因为怀疑猛虎组织成员用普通居民做人肉盾牌。政府军的空军以喷气式飞机攻击贾夫纳半岛的民用场所和难民营，地面部队则在坦布拉加马瓦、库马拉普兰和其他地方对平民进行了多次屠杀。1995年12月，自战争开始以来，贾夫纳半岛首次被政府控制下来，约有35万泰米尔难民和猛虎组织的游击队员逃到了北方人口稀少的内陆省份瓦尼地区。针对贾夫纳的失守，泰米尔猛虎组织于1996年7月发动报复性行动，对有1400名政府军驻守的布莱第伍镇发动了为期8天的攻击。尽管有斯里兰卡空军的空中支援，政府军的阵地还是被一支4000多人的游击队所镇压。此战以猛虎组织取得决定性的胜利而结束，1200多名政府军士兵被杀，其中有200多人是在投降之后被浇上汽油活活烧死的。猛虎组织则是损失了332名士兵。与此同时，首都科伦坡和其他南部城市也开始遭到泰米尔猛虎组织更大规模的进攻。在20世纪90年代末，他们以自杀炸弹的方式对这些城市进行了多次袭击，袭击目标包括科伦坡中央银行、斯里兰卡世界贸易中心和康提亚市。1999年12月，一名自杀式炸弹袭击者试图暗杀前德里卡·库马拉通加总统，他虽然在袭击中幸存下来，但也因此失去了右眼。2000年4月，猛虎组织收复了象山山口，但未能收复贾夫纳市。旷日持久的紧张氛围使得即使是最激进的斯里兰卡人也厌倦了这无尽的民族隔阂和战争。各族人民公开联合起来，寻找结束这无休无止的冲突的方法。此时，挪威站出来充当协调人，开始尝试促使各方通过谈判解决问题。2000年12月，泰米尔猛虎组织先宣布单方面停火，并称他们希望能够真正结束内战。然而，不到半年后的2001年4月，猛虎组织便撤销了停火协议，再次向北穿越贾夫纳半岛。2001年7月，猛虎组织对班达拉奈克国际机场的自杀式炸弹袭击，摧毁了8架军用飞机和4架客机，并大大打击了斯里兰卡政府重要的财源之一的旅游业。2001年9月11日，美国爆发了911事件，使得美国政府立场坚决地展开了反恐行动，称为全球反恐战争。于是，泰米尔猛虎组织从此变得越来越难以获得外国的资金和支持。尽管斯里兰卡政府在内战期间的人权记录糟糕程度对比泰米尔猛虎组织也不遑多让了，但美国还是决定开始向他们提供直接援助。不过，斯里兰卡人这次是真的厌倦了这种地狱般的日子。南方城市地区的民众用各种解构的方式嘲笑政府军的胜利承诺，当地各族人民放下仇恨，以同作为人类的基本良心和共同价值观发起联合思维，表达对战争和民族不公政策的不满。于是，库马拉通加总统的政党很快失去了对议会的控制。新的主张先停火再谈判，迅速废除民族隔离政策的政府上台，因而美国的这些援助实际上并没有发挥实际的作用。2002年到2003年期间，斯里兰卡政府和泰米尔猛虎组织通过谈判达成了一系列停火协议，并且在挪威人的调解之下签署了一份谅解备忘录。双方互相承诺既往不咎，斯里兰卡政府放弃武力统一的主张，猛虎组织则放弃独立建国的诉求，最终妥协为以联邦方案和完全停火为前提的搁置争议。贾夫纳半岛和斯里兰卡岛上的其他地区之间的空中和地面交通终于得以恢复。然而，不到1年后的2003年10月31日，泰米尔猛虎组织突然宣布自己已经完全控制了斯里兰卡的北部和东部。作为回应，斯里兰卡政府立即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挪威的促和舰队员则宣称，在短短的1年多时间里，他们就已经记录了政府军大约300次和泰米尔猛虎组织大约3000次的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2004年12月26日，印度洋大海啸袭击了斯里兰卡，造成35000人死亡。关于如何在泰米尔猛虎组织控制的地
区进行赈灾援助的问题，政府和泰米尔猛虎组织之间出现了分歧。猛虎组织宣称，他们不能接受政府执行人员进入到他们的控制地区，政府应该将物资交由当地的民间组织进行分配。而斯里兰卡政府方面则表示，认为猛虎组织可能截留赈灾物资，要求由政府直接分配，或者猛虎组织在政府和协调员的监督下分配物资。双方都拒绝接受对方的提案。2005年8月12日，一名狙击手射杀了时任斯里兰卡外交部长的拉克什曼·卡迪尔加瓦尔。而另一方面，此时的泰米尔猛虎组织已经失去了大部分国际社会中的秘密支持者。猛虎组织的领导人维卢皮拉·普拉巴卡南警告说，如果政府不执行和平计划，他的游击队将于2006年开始重新发动攻击。战斗于是再次爆发，泰米尔猛虎组织对包括科伦坡拥挤的通勤列车和公共汽车在内的民用目标进行轰炸。政府也开始在控制区内暗杀亲猛虎组织的记者和政治家。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双方都持续对平民发起进攻和屠杀，造成了数千人死亡，其中包括来自法国的反饥饿行动的17名慈善工作者。他们在其办公室被袭击身亡。猛虎组织还轰炸了一支海军护航船队，在海上杀死了100多名水手。2006年10月，双方在瑞士日内瓦举行和平谈判，未能取得实际进展。之后，斯里兰卡政府在西南岛的东部和北部地区发起了大规模进攻。总统马辛达称，行动意在彻底粉碎泰米尔猛虎组织，由他的弟弟拉贾帕克萨负责具体执行。2007年到2009年之间，政府军对东部和北部的这次攻势极为血腥，数以万计的平民被困在了军队和猛虎组织之间，之后被抓捕杀害。联合国发言人用血洗来形容了这次战争，许多村庄被整体消灭，人口被清空，战线所及，满目疮痍。当政府接近到最后一个泰米尔猛虎组织的据点时，一些猛虎组织的成员选择绑上炸弹自杀，不过选择投降的成员其实基本上也被政府军就地处决了。这些战争场面和罪行的视频当时深深冲击了文明世界的居民们。2009年5月16日，斯里兰卡政府宣布彻底战胜了泰米尔猛虎组织。第二天，猛虎组织的官方网站上也承认，这场战斗已经一劳永逸地结束了。斯里兰卡和世界各地的人们对这场造成了近10万人被杀的毁灭性冲突，在26年后终于结束表示欣慰。剩下的问题是，这些反人类暴行的肇事者之后是否会因此受到审判，以及更重要的，斯里兰卡这个国家的民族问题要如何被解决。最近斯里兰卡又发生了严重动乱，因为之前一些政府工程的投资失误，以及疫情对旅游业的致命打击，斯里兰卡已经耗尽了外汇，无力维持经济运行，燃料和食品等生存物资的供应难以为继。于是在首都科伦坡爆发了暴力反政府示威，要求总统拉贾帕克萨及其家族为此次政府运行的严重失败负责。这个名字是不是很熟悉？对，他就是2009年用清乡方式残酷屠杀平民，从而镇压了猛虎组织的军方执行者。而当时的那个总统，也就是他的哥哥马辛达，现在是总理。在我写这份稿子的时候，斯里兰卡的总统府刚刚被愤怒的民众占据，因为斯里兰卡本身的社会撕裂就很严重，还有各种负资产在手上。闹到现在这样，倒也未必是当局过于无能。但内阁和机要机关的负责人全体总辞，逼退拉贾帕克萨，也足以看出如今他已经人心尽失。希望斯里兰卡人，尤其是南方城市居民，能像2002年一样放下仇恨和隔阂，组织一个新的优先解决当下居民实际困难的政府。因为在这个文明程度差距极大的国家，只有更加接近现代文明世界的中产居民做出正确的选择，引导一个有利于走正道的精英们发声，和有利于基于共同利益的跨身份角色的环境，才有可能让整个国家的整体发展水平提高。这一切要看人民和精英的共同努力，这一切都需要很大的决心和勇气以及胸襟。都看到这儿了，别忘了点赞订阅啊！这里是花善里，关注当代和世界的历史演绎频道，我们下期再见。